大家好，今天谈论的话题呢是沉没成本。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沉没成本呢？因为我今年呢30岁，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我常常陷入沉没成本，经常性的呢就人财两空，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然后呢陷入消沉。人呢一旦陷入消沉，就会极其危险轻则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郁，严重的时候呢就可能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所以呢，就需要及时调节，拨乱反正尤为重要。那个胖猫事件呢，在国内呢热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前后的情况呢，大家也就有所了解。那大家的观点呢，也都是见仁见智但是想不到的是，这个事情呢，影响范围还很快就扩展到了很多有互联网的其他国家。当然，很多观点也都不相同有战男战女的，还有二创另外的故事的Ta thương nàng nàng có biến thông, thần lòng ta cũng mong đưa sánh bước ở bên nàng, nhưng tiếng là phần duyên đã tan。那个越南的首都河内的这个年轻人，在河内呢也有一个西湖，上给这个 Fat Cat， 然后献花和麦当劳这些东西。那有很多人呢还将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头像也都改成了想吃麦当劳的卡通猫。这个胖猫事件之所以这么火热和它的这个遭遇令人怜悯呢，主要其实是我们中很多人在爱情中都做过很多不对等的事就是付出了没有得到爱的回应，或者说呢，这种回应比起自己的付出来讲呢，真的是远远不够。那我们常常在社交媒体中呢看到，情侣们在晒爱情，但是我们身边见到的幸福呢似乎并不多因为爱的本质呢是无私和利他。那真正的爱呢是一种无私的情感，表现为呢对所爱之人的关心和照顾，然后不求回报。但是这个爱的情感呢却具有索取的性质。在健康的亲密关系中呢，爱与付出是双向流动的，双方在爱与被爱、付出与接受之间找平衡，形成这个良性互动，使关系呢更加的稳定和谐。人们往往容易在不断付出中迷失自己就会出现认知偏差，总觉得付出了就应该有所回报，回报之所以不明显就是因为自己付出的不够这显然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其实心里也会有另一种声音，就是不想让之前的付出打水漂。之前的付出呢，就是已经沉没的成本，陷进去的爱情就像是赌博，不及时止损呢，就会越陷越深，最后倾家荡产，头破血流同样关于这个男女之事的新闻，还有前几天很火的高雅玲事件，这个高某呢拥有更为深厚的这个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这类人在对待男女关系的问题上呢就不容易陷进去钱花了，想要的也得到了然后果断切断关系空留女方凌乱在这个热搜中。那很多时候呢，沉没成本对于年轻人来讲呢是很难割舍的就拿我自己的这个爱情来说也常常无法割舍成这个沉没成本。总以为对方不讨厌你对吧？你不断的付出，总有一天会感动他其实是非常愚蠢和可悲的。爱情呢其实不是博爱，只有博爱才毫无索取，不然的话都是有索取的在现代社会的年轻群体恋爱中，外貌其实就是第一因素，长相身材不符合审美标准的人呢，想拥有爱情或者婚姻其实特别困难。校园恋爱更是如此。所谓校园恋爱单纯，是因为学生们还没有开始挣钱对钱的概念还理解不深，所以看长相还有一点点的灵魂，一点点有趣的灵魂即可。当然灵魂再有趣，长相不行，门都摸不到男女都一样这个。就拿我自己来说，也曾做了10年的沸羊羊2013年到2023年是我20岁到30岁之间这10年也是我极力寻找爱情的10年。
我的爱情可谓屡战屡败最后呢也就空空如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学在2013年到2017年上大学期间呢，喜欢上一个女生我们暂且称她是小鱼这个小鱼呢，我单恋了她4年，常常呢为了见她，请他们一个宿舍的女生喝奶茶、吃饭，然后玩桌游开歌。大二时候，我在校外还租了1年的房子幻想着有一天小鱼会临幸，常常呢以小组作业、宿舍团建等活动邀请我的室友还有小鱼的室友外出消费那一般也都是自愿参加。2个宿舍，我们一个宿舍是8个人，2个宿舍是16个人，然后愿意去的一般有7、8个人。月初的时候狂消费，月中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食堂吃饭因为食堂是比较实惠。月末呢就会变得十分窘迫，然后呢我就会关闭所有的 QQ 也不发动态，切断所有的这个社交，然后假装就是关起门来在学习其实就是独自在出租屋里面待着饿了就啃个饼1、2块钱然后想小鱼了那就看着人家的照片 YY， 然后等着下个月初，然后家里再给寄生活费。那当时这么着魔的付出呢，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邀请小鱼他都欣然接受，而且一起玩的时候呢，小鱼也经常笑就是比较开心，感觉给我一种就很有希望的错觉。然后大一下学期时候呢，我从小鱼的室友口中得知她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是高中谈的，就没考上大学，然后在广州打工，但是他们呢一直有联系。我当时呢还难过了1个晚上，就是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遇见小鱼然后其实这种心理在现在看来既幼稚又奇葩。然后第2天我觉得他们其实异地，小鱼那个上大学，她男朋友是打工的，对吧我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继续付出，小鱼总能看见。然后大2结束的时候呢，还鼓起勇气向她表白然后她就说自己有男朋友，当然这个之前也知道我也之前也是知道的。虽然在异地呢，但她还是认定他他还告诉我呢，还有其他几个男生呢给他表白，他也都拒绝了其实听了小鱼的话，我不但没有放弃，反而越发的就无事献殷勤就加大了我的沉没成本。因为我打心底里呢喜欢特别专一的女生，小鱼对她男朋友的这个态度呢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呢，她拒绝的那几个男生呢，其实我也都认识，也都基本知道他们有什么缺点总觉得自己还是挺有胜算的。同时呢，我也始终相信这个小鱼和她男朋友迟早会分手，因为这个校园生活环境这个节奏都跟打工的地方不一样，对吧那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接盘的准备。果然呢，我是猜中了开头，但是我没猜中结尾。小鱼然后大4的上学期分手了，她当时情绪呢非常消沉，然后请了2周假。小鱼假后返校的时候呢，我比较激动，我还特意去车站接她，结果还错过了错过车了但是呢在校门口碰见了她。见面后呢，我就表面上安慰她，心里呢其实就乐开了花心里想呢，距离这个毕业还有大半年时间，我一定能够抚平这个小鱼的伤口，然后将来一起工作，然后结婚，然后过上幸福的生活想着就很美好。之后呢，我就加大对小鱼和她室友的这个资金投入，希望她的天平呢早一天倾斜给我。同时呢，我还要防着那些之前跟她表白过的男生。当时呢，某网贷刚上线，我还借了4500块钱网贷，想着毕业之后工作了马上就可以还。其实之后呢，工作1年多才把这笔钱给还上来，因为还有利息其他的东西。那大4下学期呢其实很多课都停了大家的活动呢都增多了。我有个室友呢是别的班的南方人，然后长得有点小帅吧，皮肤也挺白，然后姑且叫他小帅吧。小帅呢他吃不惯这个北方的面食和一些菜的口味，
然后呢自己谈了个女朋友，是自己一个班的，然后他俩呢就从大一下学期开始租了个房子在校外同居，所以之前我这边组织的很多聚会呢，他都基本很少参加。最近呢，由于考虑到他们未来不同的就业方向然后呢他俩就和平分手了。他就搬回宿舍，然后和我们一起出去玩，什么三国杀、狼人杀、KTV 唱歌，然后网吧通宵，几乎包括我和小鱼在内的这个男生女生10几个人天天混在一起但是离谱的事情就发生了。我觉得这个小鱼呢在活动中有意无意在疏远我，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要好了。而且当时我还正准备给他来一场毕业前郑重的表白，然后我问小鱼是不是不高兴或者说我哪儿做的有什么问题然后惹他不高兴。他说是没事儿，是为了工作在发愁。很多大四的毕业生呢会把自己之前冲动买的还有是吧还能用的物品摆到二手市场去卖校园里面支个摊儿二手市场在学弟学妹中间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我当时搬着自己的东西到二手市场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见了小鱼，刚一看一眼我还觉得还是挺高兴的能在这儿看见他。但过会儿我发现他售卖的东西是小帅的东西他在帮小帅在卖东西，我就无比惊愕。他也其实有点难为情，他说在帮朋友卖原来呢他是喜欢上了我这个南方室友，而且这个桥是我搭的，我不仅搭了他们爱情的桥，而且还搭了他们工作的桥。小帅第一次见小鱼呢是我做东请他们去 KTV 唱歌。本来我和一个死党宿舍的另外一个一起，然后跟这帮女生去的结果那个小帅呢也刚失恋也就顺道就带上了。然后其实这个小帅唱歌很好唱得很不错，像那个周杰伦的林俊杰的都非常拿手，一首这个告白气球一首小情歌，然后女生们都沸腾了都觉得唱得非常好。我当时呢其实没有看小鱼，现在想来估计他眼里都是光。后来呢我那个死党室友小白说是那天晚上就是我的滑铁卢那这个工作大桥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大四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学外贸的都去实习过3、5个月然后大概有60%的人呢其实都觉得不适合做外贸都就放弃这一行了。那我呢是觉得是自己英语口语不行也放弃了，然后就回来了。所以到4月份的时候差不多4月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就10几个经常一起玩的，工作还没有着落。我呢就鼓起勇气到学校这个就业处找就业处的老师，看有没有什么企业招聘或者有没有什么推荐之类的。刚好呢这个老师呢之前我们做活动的时候还是对我印象比较好说是我还比较积极，说这个教育厅呢刚好接到 X 地区的一个选调生的名额然后现在还没有下发没有发通知。那我是就收到这个通知，那我就告诉了这个小鱼小帅还有这2个宿舍的室友们都说了一下，然后大家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大概有70%的人都报了名。那这个就业处的老师呢其实这个当时毕业生那个就业他们工作还很忙，然后就希望我能协助一点帮着一点。我也觉得刚好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负责收这些资料报名这个选调生的人员的资料。刚好呢这个小鱼和小帅不在学校但是他们也报了名，所以他们的资料是我做的小帅呢当时离开宿舍的时候说他自己分手了心情比较down，然后呢他去旅游几天我也就没在意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嘛，对吧？去旅游。然后呢那个小鱼那边呢其实这几天也不在当时呢我还弄那个就业处的东西也没太在意只知道他可能不在，是不是去哪儿回家了或是怎么样。后来才知道他俩出去旅游了，我却一直没有怀疑过他们。一个是自己心爱的女孩子，一个是4年的室友。很难想象在他们旅游在幸福的啪啪啪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图书馆帮他们代写这个就业的资料。2017年的5月份呢就到了这个面试最后确定人选的环节。
我呢排在这个小鱼的前面，小帅呢就排在小鱼的后面啊。当时呢不知道情况啊，我感觉这个很正常嘛，对吧？然后就一个个去面试，最后呢我们这群人里面面试通过了6个人，包括我、小鱼、小帅还有3个人啊。那我们这群一共10几个人里面通过了六个人啊。此后的几天呢，我无数次幻想过小鱼依偎在我的怀里，一起踏上去 X 地区的列车。但是呢，幻想始终是幻想。那我知道这些情况之后，毕业后的2个月里面一度十分消沉。因为8月份是入职，所以我们6月15号，我记得6月15号就毕业了。然后呢，我也没有回家，就在学校周边就荡悠啊，各个角落啊，这儿走走那儿看看。然后呢，有许多同学啊，关系好的一些也给转个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或者请吃顿饭，然后就这样就过了那2个月。那2个月呢，我就差点吧，就是走了极端也常常去那个江边去那个河边去发呆站在桥上思考人生。尤其是现在一想到小鱼跟这个小帅在外面旅游一起旅游，一起住宾馆我就心如刀割然后身体不停的颤抖。那可是我追了4年的女神当初手都没有牵过，就是我已经付出了太多的成本，都已经沉没了。当时呢，我特别想一跃而下，但什么东西阻止了我一点理性呢？就是我的这个贷款我觉得我有这个网贷，而且家里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有8000元的这个网贷了。那我深信呢，其实自尊心很强，不想亏欠别人包括这个平台也好，都不想亏欠。所以呢，当时就说还是继续生活吧就是当时的念头其实就是为了还这个网贷工作，比如说工作多久能还上，我再做打算这样子。那这个入职之后呢，小鱼和小帅选择了同一个地区那当时其实我把他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呢也都删除了听别人说是1年之后呢他们也结婚了。那我就选择了距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地区，就是主要为了挣钱嘛我大概花了1年半的时间1年半这个之后呢，是我遇到了一个女生，也很喜欢，结果呢陷入了同样的沉没成本然后用这段感情呢救赎了上一段然后这就是我的这一段这个可悲的这个感情。现在看来呢，当时的情况就是一味的付出金钱和感情没有换回来这个同样的感情回应。而且呢，在对方最初拒绝我的时候就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呢，我没有理性及时的割舍掉我的这个沉没成本选择了继续所以呢，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沉没成本越来越高最后就崩盘了。但是往往缺乏阅历和经验的话，其实很难舍弃这些东西。当然了，任何事情都有难以这个割舍的沉没成本，当然做任何事情都难以割舍沉没成本。比如买彩票，重复机械化无聊有不喜欢的工作，还有隐忍的婚姻。那我们其实可以查得到，双色球的这个中奖概率为1772.1088万分之一就是1700多万分之一这是头奖的概率。2等奖的概率是1772.1088万点15就是1700分之15这是中大奖的这个概率。那民航局数据显示呢，飞机每飞10万公里的死亡率呢为死亡的这个概率为 0.003百分之 0.003其实就是算下来就是几百万。其实显然这个彩票大奖的概率呢比飞机失事的概率还要低低很多。那资深的彩民还是始终相信坚持就有奇迹发生自己就是天选之子有的呢已经买了20多年了一次也就几块钱，不差钱就当买烟抽了。其实20年平均每天算1块钱就有7000多块钱了。如果一辈子不中奖相信买彩票的沉没成本对于该彩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少的钱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机械化的无聊的有不喜欢的工作，对吧？想离职呢却没有勇气没有勇气主要就是学习新技能
怕啊，了解新领域怕啊，挑战新工作怕，对吧？就是害怕失败嘛。还有呢，糟糕的婚姻啊，结婚本身就不幸福，但是呢，考虑到道德啊、亲情啊，还有一些心理因素啊，望而却步啊，承受一辈子的这个压抑。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养儿防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一切都是为你好啊，这个为你好，为你好。父母呢让子女听话啊，你干什么都要听话，为什么不听话？那这些呢，是否也是不愿割舍沉没成本的体现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从经济学角度看呢，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这个过程中呢，投入了大量的沉没成本，即已经付出的成本呢无法收回。有些父母呢，在养育子女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抚养子女涉及大量的经济投入，包括日常的生活开销、教育费用、什么课外辅导班之类的。父母呢，通常为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希望他们能够呢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人之所以称其为人，就是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父母应当尊重子女的兴趣和选择，理解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虽然父母的付出不可忽视，但呢，不能以此为理由对孩子的未来做出强制选择。身为父母呢，必须要学会放手。奴隶主呢，才要求奴隶听话与服从。大家前面可能也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就是父母请老教师教育自己孩子的。出案了呀！你咋搞得跟幼儿园大班的一样？这简直就是穿着尿不湿的宝宝吗？初二的学生怎么桌子上全是这些东西啊？你的梦想呢？来，自己弄，把这个都整掉。来看看，这都，哟，我真想一脚踢过去！这啥玩意儿？你给自己拿自己。俄罗斯著名的教育家说，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跪着的老师教出站着的孩子来。听话不听话？彻底把这个念头办了。来，自己拿，自己拿，跪下去。这是你爹吗？这是你妈？来，过来，手伸出来，打指向下去，高了举。其实有点悲哀吧。那任何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没有错因为你来不来这个世界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你的父母决定的。那把你从一个婴儿抚养到18岁，抚养长大成人，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那成为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什么样的人结婚要不要生下一代，包括是否给父母养老，其实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义务。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果断的割舍沉没成本，成就幸福人生。拜拜。